曾医生那么好的条件，哪能接受林医生那样的家庭情况？也就是他家庭情况和他家里差不多，他能理解他，才能包容他，可以忍受他家亲戚生病了都找他，他们才是一路人。只是林医生喜欢的是曾医生，曾医生出身于医学世家，一家人都是学医的，在医学界相当的有人脉。林医生喜欢曾医生，未必是图曾家的人脉，但曾医生那么聪明的人，怎么可能会看不出来？这束花给你了。林健将曾小雅拒收的那束花递给了爱慕她的女护士，然后无视对方那惊喜的表情，走回到他的位置上坐下来，帮2个病人看病。女护士抱着那束花，再看看林健，心里不是滋味。林健不爱他，但也不讨厌他，他对他的感情他也清楚，他是不接受也不拒绝，好像把他当备胎一样，可他还是喜欢他，他们就是一类人，他是他能遇到的最好的男人了。女护士将花束放好，等林健给病人看完，需要打屁股针的，他帮病人打针，然后抓药，并没有问林健追妻的情况，他不想知道，知道了心里难受。他爱慕了多年的男人喜欢曾医生，但曾医生却不喜欢他，这种事对他打击很大，所以他不想问，就在诊所里默默地等着他回来。这是他的事业，是他赖以生存的诊所，他也的确从老曾医生那里学到了不少，用到治病上，他花了几年的心血，才将林家诊所经营起来。一会儿后，2名病人都拿了药走了。林健坐在位置上，不知道在想什么，反正看他情绪很低落。护士去给他泡了一壶茶过来，林医生喝杯茶吧。林健抬头看他，又看看他给他泡的那壶茶，他动了动嘴皮子，说道：月华，我是不是很差劲？为什么小雅就是不喜欢我？他对他的病人都比对我好。那个病人是男的，也很年轻，长得特别帅，论颜值，对方甩我几条街了。我承认我的外在条件不如那个男人，可是我对小雅是真心的，我和他都是学医的，才能理解医生的不易，能够包容他。他若是嫁了其他人，婚后他没有多少时间兼顾家庭，以后有了孩子也是没有办法兼顾孩子的，只有我们同行的，我又是开诊所的，时间自由，才能包容他。可是他不爱我，他说以前不爱我，现在不爱我，以后也不会爱我，我就那么差吗？还是他觉得我配不上他？月华也给自己拿了一个茶杯，他先给林健倒了一杯茶，再给自己倒了一杯。林医生感情的事说不清楚，曾医生不爱你，可能就真的是不爱你，并不是说他不爱你，就是你差劲，就是你配不上他，与这些无关的。林医生，你很优秀，在你这个年纪能有今天这样的事业，已经打败了很多人。曾医生不喜欢你也不是你的错，你可以再坚持一段时间追求他，若是他一直都不接受你，那我就劝你死心了，他可能这辈子都不会爱上你。他没有劝他马上放下，而是劝他再坚持一段时间。明明他很爱他，他去追求曾小雅，他心里难受得很，但他还是理解他，体谅他，支持他，鼓励他。这就是爱吗？只要他觉得他会幸福，他开心，他就支持他。曾小雅说他身边有真正爱他的人，劝他怜取眼前人，不要在他身上浪费时间。月华是很好，他开诊所，他就来了，这么多年来与他也越来越有默契。但是他有2个弟弟，父母收入又不高，以后退休了还没有退休金，也没有医保，存款什么的也没有了，早就在老家建了一栋3层的房子。月华这么多年的工资都拿回家给他家里建房子了，那房子不用问也知道是给他2个弟弟的，他出了那么多钱，怕是连个房间都没有吧。
他最小的弟弟目前还在读小学，大弟弟刚上初中。父母年纪渐大，渐渐力不从心，他弟弟就要他帮扶。说实话的，林健帮扶自己兄弟姐妹以及那么多的亲戚，他心里是觉得累的，只是碍于亲戚关系，碍于父母的面子，他忍着。他是在管城买了一套房，平时可以不回老家，可是父母和兄弟姐妹还要在老家生活的。他做得不好，那些人会说他的坏话，会让他的家人觉得丢脸。为了他的家人，只要亲戚求助到他这里来，他能帮的都帮了，实在帮不了的也会给点建议。就因为他体会到这种累，他就不想再娶一个跟他是一类人的老婆。月华是对他很好，却跟他是一类人，月华还要依靠他呢，不像曾小雅能带给他很多的帮助。他娶曾小雅的话，就算给了彩礼，曾家都会让曾小雅带回来，但他娶月华的话，给多少彩礼过去？月华的父母可能都是留下来给月华的2个弟弟，这就是有家庭及父母托底和没有父母托底的区别。他开诊所是赚钱，但也架不住那么多人趴在他身上吸血呀。我爱小雅，我不会轻易放弃的。林健告诉月华，也是在告诉自己，他娶了曾小雅，对他的帮助才大，他不会放弃的。除非曾小雅嫁给了别人，那他就只能死心了。月华心酸的道，曾家的人对林医生印象不错，林医生继续加油，征服了曾医生的家人。他们帮你说话，可能林医生真能抱得美人归。林健端起了他给他倒的那杯茶，一饮而尽。放下茶杯后，他没有看他，轻轻的道，希望吧。月华，你若是有小雅那样的背景，那该多好呀。月华苦笑，他也想有曾医生那样的背景，可他若有那样的背景，怕是也很难包容林医生背后的原生家庭吧。他心里是认为林医生配不上曾医生，这样的话，月华不会傻到说出来。他还等着林健对曾小雅死心，然后娶了她呢。他这么用心的帮林健经营这家诊所，是觉得他有朝一日能成为林家诊所的老板娘。林健回到诊所会做什么？说什么曾小雅都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他是真的不爱林健，无法接受林健，也不想将就。等诊所里没那么忙了，曾小雅才和战月一起出了诊所。2个人步行着前往万盛花园，看着长长的街道，街道2旁都是商铺。曾小雅想起战月说过这条街道是他战家的。战先生，你们战家怎么会想到在这里买下一条街的商铺？是什么时候买下来的？战月说道，这个我还真不是很清楚呢。现在负责这些的是我大嫂，改天我见着大嫂了，问一问她。我们家有些商铺是当初别人欠我们的钱，没有钱还，就用商铺抵债的。曾小雅说道，如果是这样的，那已经很长时间了吧？以前刚开发，没有现在这般的繁华，谁都想不到现在会那么值钱。以前的房价都很低，不像现在那么高。这2年房价动荡，但再怎么跌，也跌不回以前那个价的。相对于普通人来说，买一套房需要掏空家底，有些独生子女婚后买房，掏空的是双方父母的家底呢？应该是吧。以前的战家还不是首富，只能说是有钱人，有人欠他们的钱还不起，用房子、商铺抵债也是常有的事。等他们家越来越有钱，这些收租的事就交给女人们管着了，他们男人在外面打更大的江山。战月想，他要回家问一问万盛街是如何成为他们战家产业的历史，大嫂可能都未必清楚，问奶奶是最清楚的。不过问奶奶的话，以奶奶的聪明劲儿，肯定会猜到他有鬼，就会猜到曾小雅那里去。八字还没有一撇呢，他不想让长辈知道，就是奶奶他都想瞒着。算了，还是问大哥大嫂吧。兄嫂是早就知道的了，现在也帮他保密。他们兄弟几个只要有喜欢的人了，
都不会瞒着大哥，大哥知道了，大嫂就知道了。兄嫂之间是没有秘密的。那位林先生在追求你吗？战月将话题转到林健身上。我看他对你的感情很深呢，他应该喜欢你好多年了吧？曾小雅边走边说道，那是我的学长，我们认识了好几年，以前也就是学长学妹的关系，我没有感受到他对我的喜爱。自从我和初恋男友分手后，他就开始有意无意往我家里跑，然后又打着向我二叔请教医术的旗号，对我关怀备至，对我的家人也很好。我又不笨，哪有不知道他心思的？但他没有表白，我又不好说什么，只能避开。说实话，林学长很优秀，年纪轻轻就经营着一家诊所，也在管城市区买了一套房，买了车，还有存款。只是我不爱他，就是不爱他，不会因为他的条件不错就接受他。没有爱情为基础的婚姻，我觉得很难长久。我也不想勉强自己，所以我坚决拒绝了他。他诊所里的一名护士很喜欢他，其实他们俩在一起很适合的。从曾小雅这里得到了确切的答案，他是真的不会爱上林健。战月在心里松口气，他说道，感情的事勉强不得，你不爱他就不爱，跟他说清楚便是。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，不要将就，也不要勉强。可能是我家里的人对待婚姻及爱情都很专一吧，也都是有了深厚的感情才结婚的。我觉得你说的很对，没有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很难长久。我不爱林学长，一是真的不爱，二是他的原生家庭我不喜欢。战月说道，我奶奶总是说，结婚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，还是两个家庭的事，所以原生家庭很重要。我也那样认为的。曾小雅很是认可老太太的话。曾医生的初恋男友为什么分的手？介意我问一下吗？曾小雅没有马上回答，走到了万盛花园的门口，她才说道，她想走的路跟我不一样，觉得我无法给到她帮助，所以分手了。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分手就分手吧，都分了几年了，我对他的感情也早就放下。我曾小雅又不差，我不会纠结着过去不放。相信我以后能找到一个比我前男友，比林学长都要优秀，更适合我的男人。顿了顿，曾小雅又说道，万一找不到，那就自己一个人过吧。我的兄弟们都说过，若是我真不想嫁，以后他们养我。战月偏头看他，曾医生这么好，会找到的。你的兄弟姐妹相处得很好吧？我看你二叔二婶视你如亲生女儿一般。是很好，我的兄弟姐妹、表兄弟妹都很好，就是同宗族的人都处得很好，也很团结。可能是大家都是同行吧，平时见面次数也少，没有利益纷争，便不会闹矛盾。他的亲兄弟很疼他，堂的和表的也都很好，族中的人还能那么好，就是没有利益纷争。你们家这样的氛围，养出来的孩子就是开朗。战先生家里不也一样？你们战家还是出了名的呢。曾小雅带着战月走到电梯口，按开电梯。战月的大平层在次顶层，曾小雅直接按下了战月房子所在的那楼层。很快，电梯便将他们带到了次顶层。对了，你拿到钥匙了吧？出了电梯，曾小雅才想起来，连忙问着战月，我交了定金，签了购房合同，这房子就是我的了。钥匙是拿到手的了，边办手续边装修，余下的房款他分分钟能结清。战月走到自己的房子门口，用钥匙打开了房门，带着曾小雅进屋。曾小雅进门后就夸道，大平层是比我们这些普通的房子要宽敞，当初我也来看过这套房，由于太贵了，最终我还是放弃了买下这套大平层。他买房时在房价最顶峰时，房价贵得很。不过就算现在很多楼盘的价值都跌下来了，但万盛花园的房价不怎么跌，有时候还会微涨呢。
也就是比你的房子略大一点吧。住惯大别墅的战月并不觉得这套大平层有多宽敞，相较于他们老宅就更差得远了。不过相较于普通人来说，大平层很宽敞了。多少人都想拥有一套大平层呢？你住惯了大别墅，就觉得这套房不算大吧？我家虽说是自建房，不过占地面积只有80平方的。当初买地，我们只买了一个门面的地皮，这是我爷爷奶奶人到中年时买的。那时候我爸他们兄弟姐妹都还在读书，最小的甚至还在上幼儿园，但人多，为了住得舒服一点，就多建了几层，那样就算孩子长大了也能住得下。他父亲兄弟几个，如今就是人分得了一层楼，都是在这栋楼成家立室的。后来各自赚到钱了，才到外面买的房子。不过这栋老房子依旧是他曾家所有人心里真正的家，是他曾家的一个根，感情很深。1楼的商铺就给二叔二婶开诊所，由于这栋楼是大家共有的，二叔二婶也不占便宜，按照周围的铺租，每个月将铺租平分给他的兄弟姐妹们，不管兄弟姐妹们收不收，他们都要将铺租送到兄弟姐妹手里。虽说偶尔也会闹点小矛盾，整体来说曾家这个家族算得上是和睦的了。再加上大家在全国各地的医院或者城市开诊所，见面的时候很少，都说距离产生美，见面次数少，每次见面都是匆匆忙忙的，就算想闹矛盾，都还没有来得及产生矛盾，又各奔东西了。故而整个家族还算团结，相处和睦。不过看你家还是挺大的，那是上面那几层楼没有大厅，没有厨房，仅设房间，2楼才是大厅和厨房。曾小雅边参观着战月的房子边问他：你打算怎么装修？可有装修方案了？暂时还没有，不过首先应该是装电，然后贴砖、刷墙等吧。曾小雅说道：以前帮我装修的那师傅，若是接下你的单子，他会安排好的，你只需要按他的吩咐给他准备好材料就行。买材料，到时候我若有空，可以带你去跑跑建材市场。你们这种大少爷未必懂那些。虽然战月极力说他和普通人没两样，也吃过苦的，但他那种苦是培养成才该吃的苦，并非是生活的苦。又不缺钱，买东西就容易被人坑了。一样的材料，别人去买可能会便宜点，但战月这种不缺钱的人去买，老板说多少钱，他就会给多少钱，不会讲价，更有可能被老板喊高价了。到时候你去建材市场买材料，不要开着你的豪车去，买辆电瓶车，穿的普通点，那样老板不会喊太高的价。做生意的人精明得很，看人下菜碟的，看你开豪车，一身名牌，一看就知道你不缺钱，他们就会开高价。知道你们不会杀价，就算杀价也不会杀得太低。战月笑道：那我还真没想到这一点，我们买东西也会讲价，一般也不会讲得太狠。你什么时候又轮休？还是请你带我去买材料吧。你有经验了，我没有实战经验，还真怕被别人当成大冤种宰了。下个星期6才能轮休，我先帮你介绍装修师傅，等他过来看过，给你打了价再说吧。战月连连点头。由于房子还没有装修，没有什么好参观的，很快曾小雅便停止了参观。走吧，我带你去参观一下我的房子。曾小雅对战月说道：我的房子只是简单装修的，跟你是没法比。不用问，他也能猜到战月用来装修的钱，都能买下他那套房子了，可能还会更多。首富家出来的少爷不缺钱。战月笑着应声，跟着他出去，然后锁上了门。2个人楼下都不用坐电梯，直接走的楼梯。曾小雅说道：我们这些楼层，每层楼是6户，我这套房子属于这层楼最大套的了。同样面积的每层楼只有2套，
余下那4套面积就要小一点。同楼层的住户已经全部搬进来住，就我不缺地方住的，还没有真正住进来，只是偶尔过来一趟。其他住户很多是外地来管城打工的，为了孩子读书方便，便在管城买房。打工多年的积蓄就是凑够首付而已，有些人还要跟家里老人开口。像曾小雅这种能够全款买房、全款装修，不用借钱的住户比较少。曾小雅万分感谢父母，对儿女一视同仁，并没有因为她是女儿就不给她买房。她兄弟的房子买的地段反而没有她的好呢。给她在万盛花园买房，是觉得万盛花园离老宅近，她以后嫁了人，若是婆家敢欺负她，叫一声娘家人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。她的堂妹们名下有房子的，买的都是离老宅较近的楼盘的。叔婶们也是和他父母一样的想法，买给儿子的房子可以远一点，但买给女儿的房子就要离家里近，那样能给女儿撑腰。曾小雅开了门，带着战月进屋。她说的简单装修一下，其实装修的也很好，毕竟她选择的都是环保的材料，环保的材料不便宜。房子100多平方，4房2厅2卫，主人房最大就是次卧，客房相对于面积小的房子来说也够大了，至少能摆得下一张1.5米的床，一个衣柜以及一张书桌。家具是不算多，不过大体的是置办了。有一个大阳台，曾小雅在大阳台上摆了几盆花，花长势旺势，还有一张吊篮椅。战月走过去，坐上了吊篮椅，望向外面，能看到外面的街道，微风吹来，挺舒服的。这张吊篮椅是买家具时让家具老板送的，我一次性跟他们买了很多家具，才肯送一张吊篮椅给我。很早以前我就想拥有一张吊篮椅的了，我觉得闲时坐在上面看看书很惬意。到时候我想在大阳台靠墙这里定做一个阳光书架。战月笑，那不错。他喜欢吊篮椅，应该说他喜欢的是秋千。他家里也要买秋千椅，买双人秋千椅。以后他追妻成功了，闲时夫妻俩就能坐在秋千椅上卿卿我我，想着就很甜蜜。